在福宝结束自己在韩国的最后一天营业时，喜欢福宝的粉丝们当场泪洒熊猫馆。来看福宝的粉丝们都不舍离开熊猫馆，两个爷爷分别出来安慰粉丝们。在出来前，两个爷爷都强忍自己眼中的泪水，不想粉丝们看到自己哭泣后心里更难受。刚出门时，江爷爷还问姨姨们为什么要哭，让其不要在这里了，已经很晚了，快回家吧，要哭也要等1个月以后再哭，因为福宝现在还在韩国。说着说着，江爷爷自己也绷不住了，眼中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。江爷爷捂住脸，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，鞠躬和姨姨们说再见。而对于江爷爷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为福宝落泪了。早在去年江爷爷录制节目中，江爷爷便为福宝的离开落过泪。自此之后，江爷爷对于福宝要离开的这件事情，就像是成为了自己的泪腺一样。每次一提到这件事情，江爷爷忍不住的就会流泪。江爷爷在大大小小的节目中都曾为福宝的离去落下过泪。而当宋爷爷走出来时，起初宋爷爷还想以帅气的姿势面对姨姨们，但是听到姨姨们的哭声后，宋爷爷瞬间破防，低头开始抽泣。对于一向强忍泪水的宋爷爷，在看到和自己一样为福宝的离开感到伤心的姨姨们后，坚持了许久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。宋爷爷不像江爷爷一样善于表达，所以很少在节目中看到宋爷爷落泪。宋爷爷喜欢将自己对福宝的爱全部体现在实际上，熬夜为福宝做玩具，通宵为福宝准备回国的行李。或许对宋爷爷来说，只有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帮福宝完成，这才会填补对福宝要离开这件事情的伤痛。一个感性且明白大熊猫心思的江爷爷，和一个沉默寡言、喜欢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爱他的宋爷爷，再加上一个一直在镜头背后默默付出，为两个爷爷处理着在忙时所顾不过来保家的盛熙阿姨。福宝在这3位饲养员的照顾和陪伴下，度过了一个幸福且难忘的童年。愿福宝就如宋爷爷所说的，从今往后都会一直走花路，顺顺利利，往后的路一直都会有好事发生。福宝今天偷摸藏到了门口的树丛里，而爷爷今天碰巧来到园区给小树修剪树枝，结果福宝被爷爷一下就发现了。福宝心想，我藏得这么隐秘，爷爷都能发现。福宝不相信，依旧躲在树丛里不出来，而爷爷就在外面静等着福宝。而福宝因为爷爷在外面，就是不出来，而爷爷这好像看出了福宝的心思。下一秒，爷爷走后，福宝立马就出来了。福宝出来后，走到爷爷刚才待过的地方，闻了闻爷爷留下的气味，福宝妥妥一刁蛮小公主的形象。福宝走到门口，开始制造起青团。福宝将青团藏在了爷爷刚才修剪过的树丛里。之后，福宝又跑到门口和观看自己的姨姨们打了个招呼。而等姨姨一会儿重新排队再来看福宝时，福宝爬到树上睡觉去了。一会儿，福宝睡醒来到室外，福宝坐在小木床上吃着窝头，吃着吃着，小眼睛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盯着目标移来移去，最后索性将最后的窝头放在嘴里咬住，然后来到了下面的小亭子上，一溜烟的功夫爬到了树上。结果中途福宝一激动，没控制好嘴巴的力度，给窝头咬掉了半块。等福宝回过神来时，嘴里的窝头已经所剩无几了。福宝盘腿坐在树上继续观察着。等吃完嘴里的窝头后，福宝开始给自己调整姿势。福宝两腿岔开，再用手紧紧抓住另一侧的树干，小心翼翼地给自己转过身来，然后来到了只有自己能爬上来的小树枝上。这个树枝成了福宝在室外的第3个小木床。一会儿，爷爷来到园区，对园区进行检查，清理小瀑布里的落叶，观察防护栏。而福宝则坐在树上偷偷观察着爷爷。爷爷发现福宝这次只吃了窝头，竹子一根也没吃。爷爷给福宝留下几根，将剩余的扛走，而福宝则惬意地躺在树上，享受着午后阳光。爷爷看着福宝这自在的样子，拿出手机进行拍照记录。福宝看到爷爷在拍自己，还给爷爷换了几个姿势，供爷爷拍照。有爷爷在园区，福宝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开心和愉快，行为动作上都变得俏皮起来。而爷爷为了拍摄福宝更清楚，爬到了园区上方。今天爷爷来到爱宝房间，询问双胞胎熊猫宝宝姓名的事情。爷爷跟爱宝说了最近网友们投票比较高的几个名字，问爱宝意向如何。灵宝、狼宝、墩宝、汤宝、墩棒、墩棒、墩宝、fun宝。어떠냐？爱宝。顺便还问了问二宝自己的意见，但二宝表示爷爷念的都是什么东西，能吃吗？而很快又到了大宝和二宝的见面时间。上周大宝和二宝的色差还很明显，而这周经过妈妈的舔舐，二宝的颜色也逐渐发黄了。突然又有点分不清哪一只是大宝，哪一只是二宝了。不过可以看身材，二宝的体型会比大宝胖一些。
姐妹俩在爷爷特制的小床上爬来爬去，很是可爱。而二宝还表演了一个劈叉，标准的一字马。大宝和二宝打过招呼后，接下来又要分开了。这次是大宝回到妈妈身边，爷爷将大宝送回爱宝身边时，爱宝立马将大宝抱进了怀里，对大宝进行着舔舐，让大宝乖乖排便。不知是不是太久没见妈妈了，大宝在妈妈怀里有些调皮，翻来覆去的。爱宝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给大宝继续进行着舔舐。等大宝和二宝长大后，就会从一只小锅巴变成3只小锅巴。爱宝舔舐完后，大宝抱着妈妈便开始吃奶。大宝表示自己太久没抱着妈妈吃奶了，这次自己要一次吃个够。二宝在爱宝怀里不断的吮吸着，而爷爷则在一旁夸赞着爱宝是一个称职且伟大的妈妈。爱宝看上去心情很是美丽。一会儿喂食完大宝后，大宝很快便睡着了。爱宝来到隔壁房间吃竹子，而爱宝吃竹子时要坐在爷爷身边。爷爷对爱宝来说就是安全感，只要有爷爷在，爱宝就不用担心任何问题。此时爱宝和福宝一熊一棵树，正趴在树上休息，不管宋爷爷怎么呼喊，全都不为所动。爷爷这大嗓门，隔壁小熊猫都快听见了。爱宝趴在树上休息着，不想回家。爱宝小眼睛时不时看向奶爸，观察着奶爸的反应，看奶爸有没有给自己拿好吃的，有的话自己可以考虑一下。而福宝这儿因为有树叶遮挡着自己，心想爷爷看不到自己，自己藏着这般隐秘，根本不会被发现。福宝偷偷通过树缝去观察着，福宝这古灵精怪的样子着实可爱。一会儿爷爷走了进来，拿着一块窝头对着爱宝晃了晃。爱宝看到有窝头后坐了起来，点头示意奶爸自己要吃。爷爷表示爱宝下来就给他。爱宝有点不情愿，爱宝既想吃窝头又不想下去。爱宝这坐在树上，肚子圆滚滚的样子着实可爱。一会儿爷爷走了，将窝头放在了小木床上。爱宝趴在树上思考着，考虑自己到底要不要去吃窝头。爱宝还没思考出结果来，爷爷又来了。这次爷爷给爱宝换了胡萝卜，爱宝痴望着胡萝卜。爱宝依旧犹豫着，一回头继续在树上趴着。窝头和胡萝卜都没有打动爱宝，而对于爷爷来说，只能一次一次用小零食来诱惑着爱宝，让爱宝下来。而此时正在吃奶的福宝并不理解爷爷的行为，因为福宝还不知道胡萝卜和窝头的味道。爱宝趴在树上继续休息着。一会儿爷爷第3次来到园区，这次爷爷带来了苹果。这次福宝看到都忍不住咽口水了。福宝也开始考虑自己要不要下去，毕竟苹果的清甜是每个大熊猫都抵抗不了的。爱宝一番深思熟虑，再也忍不了了。爱宝从树上下来，爱宝抱着树干小心翼翼地滑落，吃上了爷爷给的胡萝卜，还有一块苹果。当爱宝吃上苹果的那一刻，感觉自己从树上下来的劳累也值了。爱宝吃完苹果后依旧意犹未尽，爱宝在小亭子上闻来闻去，心想会不会还有一块苹果呢？爱宝找寻了一圈发现没有，蹲在小亭子上拉起了青团。而福宝始终在树上，还在和爷爷躲猫猫。福宝心想，这么久了爷爷都没找到自己，自己的伪装实在是太成功了。早上福宝吃完饭，本该到了去室外玩耍的时间，但福宝感觉自己需要休息，便来到小树上趴着。福宝在树上看着来来往往看自己的姨姨们，可能这对福宝来说就像是在看电视一样。有一瞬间，从福宝乖乖趴在树上的样子，看出了岁月静好的感觉。福宝感觉趴累了，就给自己活动一下身体，然后继续趴着，直到一会儿福宝的小耳朵一动，福宝听到门口有动静，转过身看向门口，原来是宋爷爷进来了。宋爷爷走进来喊福宝去室外玩耍，而福宝心想，只要自己不看爷爷，爷爷就看不到自己。宋爷爷走进园区，拍了拍滑梯，拍了拍小树，又拍了拍手，试图引起福宝的注意。而福宝则是用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来回应爷爷。爷爷惆怅地抹了抹自己所剩不多的头发，心想福宝又跟自己装睡了。而福宝这认为只要自己用手挡着，看不见爷爷，爷爷就看不到自己。福宝就这样一只手捂着自己的眼睛，用另一只眼睛悄悄观察爷爷有没有来到自己的视线内。爷爷见单靠呼喊起不了作用，于是爷爷便回去拿了小零食和竹子来和福宝商量。福宝在树上偷偷观察着爷爷，福宝偷偷看一眼就又藏起来。爷爷见状，拿出窝头去诱惑福宝。福宝看到窝头后有了精神，立马张嘴去咬窝头，但爷爷并没有直接将窝头给福宝，而是看到福宝对窝头起了兴趣后，将窝头拿走，然后放在了小亭子上，想让福宝下来吃，不然福宝在树上吃饱后就会睡着。福宝看到爷爷走了，立马回头看去，而看到爷爷又回来时，福宝立马将头转过来，生怕和爷爷对视。
而爷爷这次回来是看到福宝的饮水盆脏了，爷爷来到饮水盆前，又给福宝清理了一下被福宝弄脏的饮水盆。爷爷清理完饮水盆后离开，而福宝室外园区的小木床上，爷爷早已为其放置了竹子，静等福宝的到来。但福宝这次并没有被爷爷的竹子和窝头所诱惑，福宝在树上考虑了一下，还是想再睡会觉。福宝趴在树上埋头睡去。